我们接着把这个生命美学，剩下的部分再讲完。我们讲到三性之美，三性之美分为生物性之美、人性之美和这个佛性之美。有三性之美，它主要大概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审美，从审美角度讲，就是观看者，审美者。其实每个人都是审美者，不管他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那么第二种美呢，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处在生物性阶段的艺术家，他只能呈现生物性之美，他只能对生物性之美有感觉、有感悟，有表现。所以呢，就这样这个层面的艺术家，他呈现出来的就是生物性之美。那么处在人性觉醒阶段的人，他能够捕捉到、感受到，也有能力呈现出就是人性之美，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艺术家称为人性艺术家。那么佛性艺术家也是如此。过去佛性艺术家主要就是各个宗派领域的大师们，他们其实什么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处在哪个层面。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修行家，一个觉醒者，他处在了德性觉醒层面或佛性觉醒层面，这个用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他处在这个生命的终极阶段，他获得了生命的终极层面的觉醒。这个时候他会书法，他的书法就充满了佛性美。那么他会画画，他会跳舞，跳出来的舞里面就含着佛性，就是他无论从事任何艺术活动，他的艺术借助他的艺术手段呈现出来的都是佛性之美。也就是说，艺术家按照我们生命学的角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生物性层面的艺术家、人性层面的艺术家和佛性层面的艺术家。越往上，这个艺术家的总数越少。那么总数最多的，它是一个成个金字塔，总数最多的就是金字塔下面，就是生物性层面的艺术家为最多那么人性层面的就相对少一点，最少的就是佛性层面的艺术家。这个层面的艺术家自古以来都被称为顶级艺术大师，非常少的。你像李叔同就属于他的书法就是典型的佛性书法，从他的一点一画、一笔一捺中呈现出来的是佛性，是佛性中的空、明、现要么是空，要么是明，要么是现。不管怎么说，就是他是真正的佛性艺术家。过去还有很多大禅师也会画画，那么他画出来的画就是所谓的佛性带有禅味的画。就是什么叫禅味？实际上就是佛性味，就是这个艺术品的制作者、创作者，他处在佛性层面。因为他处在佛性层面，他自然的就含上了。这个就是你不用刻意的，你越刻意反而还越破坏了。他自然就含上了。包括作诗也是这样。那么禅师做出来的禅诗禅的诗歌，那么这个诗歌里面自然就含着就所谓的禅味，其实也就是佛性的味道它给人以佛性的启迪。这样的话呢，按照生命学的标准来看，艺术家是分为三类的，正好和三性相对应，就是生物性艺术家、人性艺术家和佛性艺术家。那么这三类艺术作品或者叫艺术形式对人的启迪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生物性艺术家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诗歌、绘画、书法还是诗歌，还是文学作品，还是什么，它给人的启迪，你像生物性的艺术家出来的东西只能强化人的生物性，唤醒和强化人的生物性。那么凡是唤醒和强化人的生物性的这样的艺术作品，在我们的艺术审美价值标准体系中，它是很低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低级文艺作品
啊。为什么？就是评价一个文艺作品的高与低，你的标准是什么？说实在的，过去几千年没怎么说清楚，它主要是凭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庸俗，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个伟大的艺术作品，它主要是感觉。其实这个感觉呢，呃，这种评判标准不是太规范，不是太标准。那么最好的标准就是以我们生命学的三性论来评价是最好的。就是怎么定义低级作品？就是凡是强化、唤醒、强化、固化读者，也就是受众，生物性的这样的艺术作品，就叫低级作品啊，或者叫庸俗作品。有很多人说，评判艺术作品一般来说用两个字嘛，叫俗与雅啊。哎，这个雅高雅啊，雅前面还带个字叫高雅，就是因为高所以雅，因为雅所以高啊，叫高雅。那么俗呢，下面前面也加个修饰词，叫低俗啊，这就是高与低，这个标准就判出来了。那么什么叫低俗作品？判断低俗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他就凭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低俗就完了，那它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的。我们现在能给出一个清晰的标准，这个清晰的标准就是这个作品，无论它是书法、绘画、小说、文学、诗歌，无论它什么，它唤醒、强化、固化我们的生物性的结果的这样的作品，都叫低俗作品。那么高雅是什么？能够唤醒、强化、固化我们人性，特别是佛性的这样的艺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就叫高雅啊。所以说，我们通过三性也可以判定一个艺术作品的高雅与低俗。过去呢，在这方面一直很含糊。到了我们生命美学这里，就可以给出更清晰、更标准、更科学的审美价值判断，以及它这个作品的价值啊。我们判断一个作品有没有价值，比如说一幅书法，比如说一部小说，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高还是低？那么你标准是什么？过去是凭感觉，就是读完了以后啊，读者给一个感觉啊，这部小说太低俗了，或这部小说太高雅了啊。但这个只是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个东西不大靠谱。这感官这个东西，它随着人的情绪的变化，它差异十分巨大。那比如说一个人，当他年轻的时候读这部作品，他感觉是低俗；当他中年或晚年以后再来读同一部作品，他又感觉到高雅，因为他处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情绪状态，他对同一部作品的体会它是不一样。就是这个太主观化了，太情绪化、太主观化，它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我们今天能够给出一个生命美学关于美术作品价值高低、价值大小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三性论啊。他看他能够给我们三性中的唤醒哪一性，他肯定是唤醒哪一性，不唤醒生物性就是唤醒人性，不唤醒人性就是唤醒佛性，他肯定是跑不出这三性范围。那因为这三性已经含天盖地了，就是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能够超越它。这就是三性美学，就是美学的三性标准。再往下讲一个呢，就是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修学次第。这个修学次第呢，大致分为4个阶段，叫见、修、行、果。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见，见呢，实际上所有的见地简称为见，见地，是通向生命觉醒的，第一关或者叫第一环节，它是后面的修行果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建立一个非常通透、明白、丰富、坚固的见地体系，它是需要就是一个非常
庞大丰富的就是智慧体系的。西方把它称之为哲学体系，我们中国人东方人称为义理体系。那么关于真理、关于善，就是道德，都有完备的思想体系。善的良知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儒家见长，那广义一点讲，就是我们中国的华夏文明。那么以真去伪存真，真理，通过真理来获得真理的觉醒，真的觉醒，也就通过真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这个是印度文明最擅长的。具体的讲呢，就是印度文明及印度文明之大成的佛法就是佛学体系，是最为擅长。但是建立在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样的体系，始终在人类没有建立起来。在没有建立起来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来实现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呢？我们是以这样来处理的。这个处理的办法呢，就是由于真善美是互通的全真即善，全善即美，全美即真所以呢，真善美是3R1 1R3的。那么真善美又和心性是2R1 1R2的关系。全真是心性，全心性是真；全美是心性，全心性是美；全善是心性，全心性是善。所以呢，通过心性的觉醒，不仅能获得善的觉醒、真的觉醒，也能获得美的觉醒。反过来说呢，通过真的觉醒，也能够间接的实现相对间接的实现美的觉醒。我们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把关于真的体系，也就是佛家体系或者叫印度文化体系，视之为美的体系。将真的觉醒，通过真的觉醒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个体系，置换成美，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那么通过善的觉醒，也就是儒家的通过良知觉醒及生命觉醒，也可以把良知置换成美因为良知是一个善恶概念你有没有良知，它是一个善恶概念。我们把所有关于良知的这个词儿，这个关键词置换成美即可比如说我们在读王阳明的传习录里面大量提到这个良知治良知如何觉醒，如何呈现。那么到每次读到良知的时候，就把良知二字置换成美就可以了。它的理论依据就是通过善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同样也可以通过美的觉醒来实现生命觉醒。因此善的体系可以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借用来作为美的体系来使用好，就总之一句话我们就是把整个儒家，如果我们乐意的话，愿意的话，把整个儒家看待成注意是看待成美的觉醒的义理体系，也可以把整个佛家体系，小乘、大乘、金刚乘，所有的经律论、戒定慧体系，视之为看待成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义理体系，或者叫智慧体系这样呢，就是采用借助法，借助真的体系和善的体系来实现美的体系。那么所有佛家体系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关于真的见地，也可以带来美的见地。因为在这里，当我们把佛家的所有的经律论本来属于真的体系，由于我们把它看待成置换成是美的体系的时候，所以所有佛家的经律论都变成了美的义理的体系和相关的
经论著作。我们在读佛经，就把它视之为在读美的经论啊。通过读这些佛经建立的义理体系，建立的见地体系，就是美的体系。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啊，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因为一个体系的建立需要数百年、1000年以上，我们现在来不及啊。我们不能再等1000年以后的美的体系建好了以后，才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那我们也等不及啊，等不了1000年以后啊。那么现在就是借用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备的真的体系和善的体系来借助他们建立起美的见地。所有关于善的见地，关于良知的见地，关于良知的体系，皆可以视为是美的体系。所有关于真理、真相、实相的义理体系，全部都可以视之为美的体系。这样的方式，这叫也就是说，通俗的讲，从现在开始，我们读儒家的经论它就不简单的是在增加我们对良知的见地和理解同时也可以视之为是对美的洞见和理解同样同理，以后我们再读佛经，再学习佛家的经律论，它不仅把这个学习过程视之为是在建立构建关于实相的真理的见地与认知体系，同时它也是我们关于美的认知与洞察的体系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建立美的见地，也就是美的义理体系第二个是见修，有了见地，在见的地的基础上，就是有修和行那么如何修，那就是如何将美的觉醒及生命觉醒落到实处成为具体的功夫具体的实践道路。它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也是通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就所有关于你像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大学里面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这个次第，这个次第不仅是实现良知的过程，就是良知彰显的过程，也不仅是实现通过道德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视之为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过程它也是美的实践过程，不仅仅是良知的实践过程，不仅仅是良知功夫，它也是美的功夫。具体的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不管是从事书法、绘画、舞蹈所有的方面，我如何不断的提升，我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呢？同样需要学习大学，学习大学里面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仍然通过这个方式那我可以，那同时我也可以通过佛家的各种禅修像金刚乘里面的莲马派，它就有9乘次第，那么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你完全可以通过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的这个实修禅修体系来实现美的觉醒，这也是美的觉醒的过程但过去只是单方面把9乘佛法孤立的、片面的认同为看待成是真的觉醒体系当然我们现在还仍然承认，它继续承认它是真的觉醒体系，同时还要再加一个，它不仅是真的觉醒体系，它也是善的觉醒体系，它也是美的觉醒体系。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想通过
某种方式来提升我的美的觉醒的层次，以及通过美的觉醒来实现生命觉醒，我仍然需要除了我基本技能的训练，比如说我是一个书法家，念毛笔，这是我的基本技能。除了这些基本技能之外，我还要严格的修行九乘佛法，以通过九乘佛法的形式来提升我的书法造诣。这个书法造诣还是外在的，更内在的是我通过九乘佛法的练习，实际上我是通过来实践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以及我每一次在习书法、练习书法的时候，我把它视之为动态禅定在这种动态禅修中次第深进九乘佛法的禅修训练这是关于修所以各家道统修持皆为美的觉醒之路，这就是关于美的渐修行果的修的概括性的一句话。什么叫美德修行就是各家道统，不管是佛家的、道家的、儒家的，各家道统的修持，里面有84000法门的修持，每一个法门的修持皆为美的觉醒之路那过去为什么在过去的2500年中，为什么我们修道家、修佛家的禅修，就各种禅修了，84000法门，不管是哪一种法门的各种禅修，那么这种禅修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带来美的觉醒和美的提升。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认为它可以对，就是这个意识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认识，我们的师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师父一代一代，他只教导我们通过大手印实修，通过大圆满实修，能够带来真的觉醒，能够做到破妄显正成佛。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法种，这个概念，这个种子，它像个种子一样种在了我们的心里。好，从此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上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去修行历代大手印、大圆满、道果法在山洞中修行了几十年以后我们就真的成为大菩萨、大持民，成为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在美上有特别的造诣和觉醒我们只是成为一个常人意义上的大成就者、大持民者，但是这个持民他在美上并没有特别的提升、特别的增长那这是为什么？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初教导我们的上师没有给我们种下美的种子，没有告诉我们大手印、大圆满这一系列的禅修不仅可以让我们给我们带来美的觉醒那个真的觉醒，同时它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善的觉醒和美的觉醒好，当我们接受到了来自上师的传承与教导，我们在脑子里面深深地扎下了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呢？也就是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大手印、大圆满这种独有的禅修方式，不仅能够唤醒我们心性中的真相、实相，同时它也能够唤醒、强化、彰显我们心性中与生俱来的良知，也就是善，也就是道德觉醒，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带来美的觉醒我们对此当然深信不疑，因为它来自于圣贤的教导我们当然深信不疑。好，在这种深信不疑中，我们开始投入大手印、大圆满、道果法的实修。那么在实修的过程中，果然又验证了来自上师的教导。什么教导呢？就是大手印、大圆满不仅能够有效的唤醒、彰显实相，就是真理、真如，而且我在实践的过程中确实体会到了、领悟到了实证到了。另外一些，除了真之外，
我发现我的良知也被唤醒，我的自律道德，我的道德也被唤醒它是同步的，和真如真理同步被唤醒。同时我也发现我对美的领悟，我对美的感受，我对美的体验同时被大大的清晰的真实的唤醒通过我自己的实修实证，我得出结论，上师圣贤诚不我欺，果然大手印大圆满能够唤醒我的美的意识，美的觉醒，果然能有效的彰显我心性中与生俱来的美让我在美中获得幸福感。美首先是幸福我们在欣赏美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愉悦，是快乐，这种愉悦和快乐它就是幸福是统称为幸福。同时美确实能够给我带来消除四大五蕴的种种束缚也就是解脱所说的所描述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我在美中都依次实现。比如说它可以有效的消除我身口意三业，有效的消除我的基本存在状态，就是依他而在的他在状态，因为他在所以处处束缚，处处枷锁。但是当我美被唤醒了以后，我发现我逐步的由他在状态转为依自而在的自在状态，也就是解脱。自在和解脱是同义词我逐步的由外到内的一层一层的往深处开始依自而在，转他在为自在转无明为明。我在美的觉醒和彰显中，我的无明逐渐在消失，我的智慧，我的薄弱，我的无智逐渐在开显很真实，和佛经里和儒家的经典里描述的完全一样，和所有的经律论中描述的都完全一样。因此我通过我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仅真的觉醒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解脱，善的觉醒同样能够带来真真实实的解脱，那么美的觉醒同样能够给我们带来和善的觉醒真的觉醒一样的解脱的次第，由外及内的每一层的解脱，最后直至成佛也就是说成佛之路有三条，一条是真，一条是善，一条是美再广义一点讲，不光是成佛，就是成为一切圣贤的三条解脱之路或者叫成就之路，就是真善美这三条。我们之前呢是关于真的解脱之路和善的解脱之路讲了很多，借助儒家的经典，我们重点讲了善的解脱之路；借助佛家的经典，重点讲了真的解脱之路。现在呢，我们在讲这个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美的解脱之路是整个人类大体上就这三条路，就再也没有第四条了。好，这是关于修那么修也是没有单独的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一条修行之路，但是我们仍然是借助真的觉醒之路和善的觉醒之路，也就是借助佛家和儒家。佛家和儒家的成佛成圣之路完全可以把它瞬间只要带个意识进去就够了，瞬间就变成了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之路同时呢如果说不共呢也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过程将其视为是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实践之路。比如说我在练习书法那么过去人练习书法，他只是提高他的技艺，并没有通过这一生的书法实践与练习以实现美的觉醒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为什么？比如说我拉二胡拉二胡也是个艺术，也是个音乐。那么这种音乐，这种二胡，我拉了一辈子，我最多只是拉成了一个二胡高手而已。当我临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的身份死去，我并没有从这一辈子的二胡中拉出生命的觉醒
并没有从这二胡中拉了一辈子的二胡中成佛成菩萨。为什么？那不是说美的觉醒之路即美的觉醒即生命觉醒吗？那么我在深入练习二胡的过程中，这不就是美的实践和美的觉醒过程吗？那么这个美的实践和美的觉醒过程为什么没有实现生命觉醒和生命解脱？对，它是见地出了问题。所以说见修行果，见是第一位，先得有见地，在见地的基础上实践，它和没有见地的实践它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他你拉二胡的过程就是唤醒美的过程，唤醒美的觉醒过程就是生命觉醒过程，当把这一套体系给他讲完把整个佛经给他讲完，整个戒定慧跟他讲完，整个儒家的这一套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一套体系跟他讲完他吃透了以后，他建立起了通透圆满正确的见地，在这个基础上他带进了一个意识。什么意识呢？我此时拉二胡就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拉二胡，我此时的拉二胡就是一场美的修行，我每一次的拉二胡都是美的实践，美的修行，和和尚们打坐禅修和儒家的这个践行仁义道德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践行道德是通过善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那么和尚佛家的人在山洞中在无人区的这个禅修过程是通过真的形式实现生命觉醒。我此时在一个无人打扰的房间里面很投入的拉二胡的这个过程，和他们禅修和儒家的这个仁义实践完全一样的，都是为了生命的觉醒拉二胡，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阿慕了我们这一次讲生命美学是纠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过去人对美学和艺术认知太低，认为所有的艺术，不管是书法、舞蹈、这个绘画，包括小说，就是艺术，所有这些方式只是娱乐阿慕，只是娱乐之用休闲娱乐之用我们在这里生命美学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它不是娱乐，它是极为严肃庄严的生命解脱三大道路之一，三大途径之一极为神圣而庄严它不是一个低劣的娱乐之用那么这个都要从认知中改变，认知就是种子有什么样的认知就给你自己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如果你仅仅把拉二胡念书法理解为娱乐阿慕打发时光之用，那么你实践一辈子，你实践50年，实践100年，你不会身心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是由你的见地决定的。反之，如果我们在见地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我们认定坚定的认为，我拉二胡也好，我弹钢琴也好，我做任何与艺术相关的事实践，它都是为了通向生命觉醒，为了达到生命觉醒这个目的。你看，就这一个念头的变化，一个认知的变化，同样是拉二胡，结果就完全不同所以见地不同，结果不同，就是埋下的种子不同，它开的花就不同，结的果就不同同样是这片田地同样经历了一个破土生长这个过程，但是由于播下的种子不同，长出来的花与果就完完全全不同。之前长出来的就是也许是个很不好的花和种子，那么有了很好的见地以后，它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好，这就是关于修还有一个是行我们把那个什么叫修呢，就是传统的定义是坐上为修，坐下为行
那么尤其是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不好理解成奏上与奏下，我们就理解成比如说拉二胡，在拉二胡的时候为修，不拉二胡的时候为行。就除了不拉二胡之外，那你不可能24小时拉二胡啊。那么你每一天拉2个小时二胡，那2个小时之外的22个小时叫行。那么在拉二胡期间，这叫修啊。那么总体来说，行的时间比修的时间要多得多。因为人再勤奋，他每一天10小时练钢琴，那就已经很勤奋了。那你24小时减去10小时，你还有14个小时不在弹钢琴状态，那就是你不在弹钢琴。那么这个不在艺术实践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行啊。那么修行是修和行结合起来的啊，不是光有修没有行的。行呢又分为这个2种行为，一种叫有为行，一种叫无为行。有为行比较低级一点，无为行高级一点。那么具体到艺术行为中，那么什么叫有为行呢？比如说尽管你拉二胡不拉了，但是你满脑子会刻意的想想着我拉二胡的那种感受、那种体验、那种状态，以及我这个手指的各种的这个各种运用这个呢属于有为型。有为型属于初级阶段，但是有为型要十分投入就是不拉二胡的时候，你要和拉二胡一样的忙碌，一样的投入，在琢磨这个怎么样把拉二胡拉好，拉二胡给我带来的那种旋律的感受，那种美的感受，你要很刻意、很用心的去投入、去领悟、去感受，这个叫有为型。那么到了无为型了以后呢，下一步无为型属于高级阶段。无为型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圣贤化境。到了圣贤化境的时候，就完全不用刻意去感受天地皆二胡，天地皆音乐，天地皆美你所有的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想象到的，全部是美的世界。你就每一天就徜徉在这个美的世界中，感受这个美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有为型阶段是我觉醒美，在无为型阶段是美觉醒我。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在有为修行的行中就是日常生活中，我积极主动的去创造感受美我要这个感受美，还是创造美、提升美，这个都是建立在非常积极主动有为之上的。所以呢，叫我创造美我去提升美，我去感受美，这都属于我创造美的范围。在无为行中呢，是美创造我，美不断的净化我、提升我、觉醒我，这叫无为行。就总之，有为行和无为行合在一起，都属于修行的行。它属于修行的行的2个阶段初级阶段是我创造美，我感受美，我去追随美我去追美，美就像一个东西，我天天去追它那么到了无为行的时候呢，是美来追我，美来找我我衣食住行只要放松坦然，处在开放虔诚接收状态，那么美自然从四面八方，通过我的眼睛，通过我的听觉，通过我的视觉，通过我的感觉，通过我的整个存在来净化我，来走进我的生命世界，来净化我，来提升我。对，这叫美来找我，不是我去找美是美来追我，不是我去追美，不是我去追随美，是美来追随我，这叫无为阶段。但无为行阶段是建立在有为行阶段基础上，是有为行的升华。那么先得做好有为行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有为的基础。比如说这个有为行具体到每一个艺术门类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个舞蹈家，那你就把关于舞蹈的所有基本功全部练好。
这些基本功都属于有为范围啊，都属于有为阶段。那么只有把这个有为阶段做得很扎实、很熟练、很到位啊，下一步才能进入无为阶段。所以因此呢，所有的无为阶段都是建立在有为阶段基础上。如果有为阶段做不好，无为阶段也不会好。因此呢，不同的艺术门类，它的基本功它是不一样的。那不管哪一个艺术门类，一定要严格的接受好训练，把这个艺术门类的所有的基本功、所有相关的面全部严格的做到位。不可以这个偷工减料啦等等这些，都不可以。那只有这个做好了啊，一翻就像翻跟头一样，一翻过去就变成了无为阶段啊。在无为阶段，你到了无为阶段的时候，你才能更好。如果有为阶段基础打不好的话，无为阶段也不会好。这个是关于渐修行果的行这个范围。我们曾经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关于修行。不是说我给你传一个法，就是你就能修好的。传一个法，尤其传一个大法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法所在的身心环境、内外环境更为重要。美的觉醒也是如此。不是我光讲一个美的觉醒，你听进去了啊，你就开始把二胡使劲拉就可以获得。当然拉好二胡是很重要，就是从事通过某一个艺术门类来获得生命的实践啊，获得美的实践和美的觉醒，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你的三观，你的整个环境，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要很严，包括内心的整个身心环境都要有很高的要求，与你这个所追求的这个觉醒的道路相关的。你比如说吧，通过真的觉醒的道路和通过善的觉醒道路，它对周围的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个显著的，就以佛家为例，佛家通过那个就是真的觉醒啊，它是一开始最大的可能提倡你避世出家啊，通过避世出家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各种戒定慧的严格的修行实践，最后实现成为菩萨、成为佛啊，这是大体上的啊，这是通过真的之路。那么通过善的之路恰好相反，你还就要结婚生子成立家庭，它叫入世修行啊。也就是说它对你内外环境的要求、言行的要求它是有差别的啊。一个通过美的觉醒之路，又和通过善的觉醒之路和通过真的觉醒之路又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艺术家他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和通过道德家和这个修行家，就是佛家的修行家，他是不一样的。佛家的修行家，他的生活要求，比如说简单啊，尽可能的不打扰，尽可能的出世避世啊。那么道德家呢，就正好相反，要求这个四平八稳啊，要求稳重，要求什么？但是一个艺术家，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的艺术家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他很随性，他的家庭环境很乱糟糟的，艺术家嘛啊，他甚至留着长发，对着他既不出世，也不严格的按照世间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艺术家里面又细分，比如说舞蹈家，他就和画家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也就是说，不同的艺术门类，它有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些风格、一些特色。那么我们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种通过艺术实践的方式，以艺术家的方式来获得生命觉醒的，你要自己探索出一方面是通过师承，通过你们的这个师傅的师傅一代一代传下来，你们这个独有的艺术门类的生活方式，
以及言行方式，同时在他们的基础上，你还要与时俱进，探索出这个新时代情况下的你们这种艺术方式的艺术实践方式的内内外外的环境条件等等这个就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剩下的靠自己去摸索因为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要求你像那个弹钢琴，他对手指对整个手臂他的要求肯定是那和别的这个艺术门类它是显然不一样的。那么包括他对手指的保护，他都有一套东西的以及与这个手指的保护相关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你通过道德觉醒，这些完全不需要道德觉醒它有道德觉醒的那一套体系尽管说真善美是完全相通的，全真是美，全美是善，全善是真，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美的觉醒之路和通过善的觉醒之路，通过真的觉醒之路，在内内外外生活方式各方面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这个还是不能混淆的那么你通过美的觉醒之路得按照美的规矩来，通过善的觉醒之路得根据善的规矩来通过真的觉醒之路你得按照真的觉醒这个规矩来这个通通都属于行的范围就是艺术实践之外的日常生活的范围都属于行。总体来讲，行大概分为两类，一个是有为行，一个是无为行，这是境界有为行属于初级阶段无为行属于高级阶段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呢，就挥洒自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不会像有为阶段那么机械教条很生硬的一些规定那些规定你又必须遵守。但是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在保留有为法的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又挥洒自如，有点像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总体来讲这分为两个阶段这叫渐修行。好，最后一个呢就讲果果美是什么？我们在大手印大圆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叫明体说得见明体者才正式入道。我们佛家呢把得见明体和不得见明体有一个分界线，就是没见过明体的是凡夫，见过明体的是菩萨。所以明体是凡夫与菩萨的界限，见了明体了你就登地了登了菩萨地那么没见明体就是没登地，没登地就是凡夫。那么这个地是什么？就是大地的地，地就是相当于是台阶的意思，这个地就是明体，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明体，实际上就是心性之别名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分为三大类明心见性，如果你走真的方式就是走佛家的方式，佛家对明心见性它有一个描述比如说你见到这个明体，它具有三大特征，就是空明现，尤其是现先不谈，尤其是空和明这两大特征见到明体的人一定是见到了空性，不管见的是多不多反正肯定是见到空性，同时空性中含有明性，明是智慧的意思这是佛家的标志。那么在儒家就是通过善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同样是见心性，他见到的心性是不是就如佛家的空性和明性呢？不是这样的。那么它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不是以空明的方式呈现，就是这个明体这个心性不是以空明的方式呈现，那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打良知的形式呈现，就是道德。他突然之间对道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理解。首先他认识到道德即是我性命，性命即是我道德生命生命即是我道德，道德心性生命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一个
给道德的定性。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我的生命，道德就是心性。第二个，这一点他见得十分清楚了，从此再不疑因此从现在开始，就是从见良知开始，从见心性开始，就是儒家意义上的见心性开始他一定把道德和性命和生命同等看待你可以杀我的身体，你不能够铲除我的道德，我一定用性命捍卫我的道德。为什么？因为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生命就是道德，道德就是生命所以我愿意为道德牺牲一切道德是至高无上的，这个都是真真切切的见到如果你没有见到，你一定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道德低于你的性命。当道德与你的生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一定放弃道德选择保命，不会杀身成仁一个儒家意义上的明心见性的人，儒家意义上见明体的人，他一定是从此以后一见万年，在这一见万年中，从一见之后就杀身成仁在一见之前一定是杀人成身成全他的身体，他一定是这样第一个是道德就是心性，道德就是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从此以后的言行中一定是捍卫道德和捍卫生命同等重要必要的时候就会杀身成仁。第三个，他一定以道德为贵，为终极归依就是他以良知为他从此以后所有的言行的天然的不许刻意的最高审判标准，他一定是这样，他不以此之外的任何学说理念动摇。当外在的学术理念与他的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丢弃，像丢垃圾一样的丢弃这个外在的别人强行塞给他的各种就是学说理念这些东西他也就是说一句话，从此以后他会自然的坚定的用他内在的良知来作为他所有言行的最高指挥官和审判官，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他统体内外一切言行皆是良知之显现之外化也就是说吧我们还可以再归纳出来很多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就此打住就不再解释了那么儒家明心见性佛家明心见性，它的呈现方式是以空明的形式呈现儒家通过善的觉醒、道德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个义理体系，这个流派，他们见到心性以后所呈现的方式是跟佛家是有稍微差异的就是我刚才归纳几点，它是主要以道德觉醒他把心性认同为自律道德，认同为良知他又通过言行呈现出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样的艺术家们，当他们哪一天无论是自悟自觉还是经过师父的言传点化，他们见到了心性，他们见到心性以后呈现给他们的呈现在他们精神中的和生命中的心性，也就是所谓的明体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样子跟道德家
跟佛家的修行家，也就是禅修家，就是有重大差异，应该是有重大差异。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美的形式。那么由于艺术门类不同，所以他们呈现上又稍微有差异。比如说他是个画家，那么这个心性就是以难以言喻的色彩的形式呈现。如果他是个音乐家，那么当他们明心见性了以后，他们的明白的这个心性是以旋律音乐的旋律的形式呈现啊。其他的艺术门类都以此类推啊，就是以他所从事的这个艺术门类的基本原理来呈现啊。他突然之间，比如说他是一个音乐家，这个哪个音乐已经不重要了啊，不管哪个音乐，他基本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他们都是从事音乐这种艺术门类的。那么哪一天他们明心见性了以后，他突然之间对天地间的理解，天地就是一旋律啊，这个旋律极度抽象而又极度具象，非常抽象，抽象到他都用语言表达不清，但是呢又极度具象。什么意思呢？他从此以后他可以驾驭所有旋律，他可以随意挥洒，想创作什么样的旋律就创作什么样的旋律。他是旋律的主人，从此以后不再是旋律的奴隶，不再被动的接受旋律，而是他就是旋律，他想创造所有的旋律啊。具体怎么说呢？具体的说，他就是超级贝多芬，他想创造任何交响乐，挥洒自如，瞬间挥手即来。他是一切旋律的主人，他深刻地理解了旋律的内涵，他知道悲的旋律、喜的旋律、哀的旋律、满足的旋律、不满足的旋律，他知道人间所有的旋律。他认为天地间包括身心都是由旋律组成的除了旋律再无其他他对旋律有着难以言喻的理解。那么好，如果他是个画家呢，他就对色彩他有着难以言喻的理解。色彩的极致就是没有色彩，他对没有色彩和色彩这两者他都拥有了难以言喻的理解。如何从没有色彩中产生各种色彩，以及色彩的本质是什么，他难以言喻。他看到了色彩就是智慧，就是五色智慧，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智慧比如说黄色就是大圆镜智白色就是法界体性智。他通过不同的色彩驾驭不同的色彩，领悟不同的色彩，融入不同的色彩，就是不同的智慧。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色彩，以及色彩以色彩形式存在的五智。五色就是五智，五智就是五色，五色五智与无解脱没有任何差别，与五蕴的解脱内五蕴外五大的解脱没有任何差别在五智中外五大解脱，在五智中内五蕴获得解脱。也就是说，在五智中，五色和五智中外五大与内五蕴全部获得了融化与解脱。所有的五大五蕴外五大内五蕴自动注意我的措辞十分重要，自动自觉地转化成了五色，五色又转化成了五智。注意我的措辞是自动转化，不是人为的转化，没有人为，此处无我，没有人为。那么这是往回转，这叫逆则先的过程。还有一个往回来顺则凡的过程。他完全明白五智就是五般若是怎么变成五色的，就是五色又怎么
凝固具体化成外五大于内五蕴的也就是说上下两条路它全通回去的路和回来的路它全通。回去的路就是外五大和内五蕴怎么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回去，变成无光，无光就是无色，无色变成无智，无智又变成空性，又变成一智，就是空智。同时又从空性中怎么变成无智，无智又怎么演化出外五大于内五蕴整个过程他全部知道。就是因为他十分他精通和知道，所以他驾驭天地间所有的色彩，在他眼中色之外无智，智之外无色色之外无世界，世界之外无五色整个世界都是五色，五色即世界，世界即五色。他通过这种方式完全理解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堕落的，又是怎么升华的，以及在堕落与升华过程中美与丑是怎么变化的丑是怎么来的那么丑又怎么转化成美，他完全知道，他知道美的本质在他眼中美的本质就是五色他完全知道五色与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五色怎么缺失而变成了丑丑又怎么被照亮，被转化为美，他完全了解，所以他就驾驭了五色。他是一个最超级画家他能创造出世界上最美的绘画作品，同时他又在最美的绘画作品中完成了超越他能够让美具体到画布上，又能让画布升华为觉醒，他这一套完全做到这个就是通过色彩，因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它明体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画家，他的明体就是他知道五色的本质是五智，他又知道五智的本质是五色，他全部知道。那么对于我刚才说对于一个从事音乐的艺术家而言，他眼中他见到的明体，见到的星星不再是五色，而是五音这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宫商羽等等那个五音，五音配五行，配五脏，配五志，那些配合上，他是真正了解五音的本质是什么五音的本质是五志，五志的本质是五音互为对方的本质。这个时候他对音乐的理解音乐就是生命本身，音乐就是生命，音乐就是心性，音乐就是解脱。所以这个世界是由音乐组成的。在他眼中泰山是不存在的，是以音乐的形式形成的泰山。泰山是一个音符，水、长江、水，所有的东西都是音符，都是无音这是呈现出来，这就叫明心见性这就叫见明体。所以不同的道路不管是通过真的觉醒、善的觉醒、美的觉醒它最终的归宿都是一样的，都是心性的觉醒，都是生命的觉醒，但是在过程中是有较大差异的。美的觉醒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善的觉醒它的呈现方式又不一样，真的觉醒又不一样。我们过去讲大乘音大圆满呢，重点讲的是把大乘音大圆满作为真的觉醒，走真之路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样的方式太过单一，不是说错了，但是太过单一，应该在补充上。大乘音大圆满里面还含着善的觉醒，还含着美的觉醒。其实大乘音大圆满是真善美的觉醒，它不仅仅是真的觉醒在过去几千年来，我们都把它视之为是真的觉醒，和里面似乎不含着善的觉醒与美的觉醒，这个是一种偏见，是一种认知上的不足。其实他们是
大手印大圆满既包含真的觉醒之路，也包含善的觉醒之路，更包含美的觉醒之路。所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深入修行大手印大圆满啊！大手印大圆满之路就是美的觉醒之路。同时，也可以理解成，所有的儒家儒者都应该修行大手印大圆满。当年的第3期儒学代表人物3圣之一的梁漱溟就跟那个贡嘎活佛修行大手印大圆满，而且是修行了几年，但很可惜他并没有把大手印大圆满和他后来所追求的儒家的道德觉醒之路结合起来。他认为这是2条路，大手印是大手印之路，这个儒家是良知觉醒之路，其实他们是同一条路啊。这一点是很遗憾的事。他的遗憾呢，由我们这一代来弥补上啊，他的认知见地之不足，由我们这一代来纠正和弥补上啊。如果当年他能够像我们这样认知到大手印之路既是真之路，也是善之路，那么他的成就会大得多啊。但是很遗憾，他在这方面就是内圣之道的领悟与实践方面还是有重大偏颇和问题的啊。但这是历史问题，咱们就不讨论了啊。这就是大手印之果，是建立在不是大手印之果，就是生命美学的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个果是什么？果就是唤醒成功的唤醒心性，通过美的形式成功唤醒心性，又通过唤醒心性的形式来彰显实现美圆满美。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见修行果的果啊。它也有明体，但是它的明体呈现跟佛家不同，跟儒家不同啊。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从事音乐，它的呈现明体的呈现方式，心性的呈现方式就是以五音。如果你是一个从事颜色的，就是画家啊，与颜色有关的这样的艺术门类，那么它呈现的就是五色其他的就以此类推它是有，但是不管是以五音还是以五色，它都是艺术家独有的心性呈现方式这是美之路，有别于善之路和真之路的独特个性